遇到渣男是赶紧甩了呢，还是不惜代价复仇拿回失去的？今天分享的是小芝风花主演的奇幻喜剧《妖怪合租屋》，女主小玲刚开场就遭遇悲情剧，因欠债遭追债。小玲视男友阿健为庇护所，带着所有积蓄找他求助。没想到小玲刚到阿健家门口，就被劈腿的阿健告知他只是个备胎，赶出了家门。无比绝望的小玲拖着行李来到了神社，因为连续几日没吃东西，她饿倒在了神社门口。阿岩女妖看在眼里，就把小玲带回妖怪合租屋照顾。刚下班的2个男妖怪看到家里进了人，急忙用意念问阿岩是怎么回事，又劝他别管人类的闲事，但阿岩偏不听，非要打探小玲的经历。小玲跟同事阿健谈恋爱时，阿健总借结婚理由让小玲出钱约会，甚至骗小玲借钱给他投资。后来阿健工作上出大错，求小玲帮他顶罪，结果小玲丢了工作，失业又负债累累的小玲被房东赶出门后，还被债主追得无处藏身，悲剧这才开始。小玲的苦难让所有妖怪都为她感到不公，小玲习惯自责，说出了不怪渣男而怪自己平凡的话。阿岩听不下去了，愤怒地说：你这样自卑的女生要勇敢起来对抗渣男，我会一直支持你。小玲第一次感到了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忍不住泪水大哭起来。旁边的小狮女妖很心疼，决定今晚先让无家可归的小玲住下。半夜4妖怪露出真身，讨论小玲的去留。这时起来喝水的小玲偷偷听到了谈话，想当面感谢大伙儿的关心。这时候人妖对看都吓得尖叫。第二天妖怪担心暴露身份，故意说是做梦想糊弄小玲。见小玲还是不安，阿岩忙转移话题，问小玲以后的计划。飘叔是律师，说可以帮小玲讨回债务，被礼貌轻拒。拒绝理由很简单，不想破坏在阿健心里的印象。以前怀疑阿健出轨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见小玲的这么卑微，阿岩决定亲自教训渣男。那晚阿岩用美色将好色的阿健骗到妖怪合租屋，打算揭露真相让小玲死心。其他妖怪也帮忙布局。藏在茶室的小玲偷听到了谈话，渣男阿健居然当着新欢的面直言不讳地说前女友品味差，外表也不行，只能当提款机做女友不行。阿岩借着洗澡的借口来茶室，但对小玲失望透顶，气愤地追问要为那种渣男耗费多少青春。大家都不懂阿岩为什么这么气。阿岩字字重申，阿健不论外貌还是气质，都和她丈夫一样差劲。300年前花心的丈夫想娶新欢，但因家有贤妻美妻，担心被人非议，所以趁阿岩病卧在床时给他的药里下毒。谁料毒药没夺命，反让阿岩毁容，终因受不了自己变丑结束了生命。阿岩刚走，她丈夫便娶了别的女人。婚夜阿岩鬼魂出现，为复仇而毒死了她。讲完往事的阿岩露出真面目，把小玲吓得落荒而逃。但小玲怎能轻易摆脱阿岩的鬼手？怨气冲天的阿岩缠上了小玲，持刀决心跟渣男阿健算账。小玲正要接近阿健时，阿健狡辩说：都是因为你那让人烦的热情和追求让我讨厌，我也会同时交往几人。听这话，阿岩想到自己以前的努力，在老公眼里就是白搭，伤心的坐地上。这时候其他妖精受不了，变回本体吓跑了阿健。不止阿健被吓走，还有刚醒的小玲。小玲好不容易逃出妖怪宿舍，却因为阿岩的哭声回来了。看着伤心的阿岩，小玲希望他能振作，就像之前鼓励小玲一样。阿岩有点慌，刚还特别害怕的小玲怎么突然回来安抚自己？小玲急忙说：因为你是第一人站我这边，跟我一起生气的人，我感到高兴就不害怕了。这时候飘叔突然出现，问小玲要不要用法律手段对付跑了的阿健。现在对于小玲来说，比起惩罚阿健，她更想弄清楚几个人的真身。然后妖怪小课堂开始了，大家按照传说中的图鉴给小玲介绍自己的妖怪名和人类身份。阿岩是个性感护士，而看起来更成熟的女妖小诗其实是个给家和仓库带好运的精灵。佐夫童子，他在人间是这个妖怪合租房的管家。之前说的律师朴叔其实是个妖怪，名叫华朴，他行事神秘，被别的妖怪叫做总司令。那个爱沉默的男妖怪阿九是酒吞童子，
人间他是个拍卖行的职员，性格温和，受顾客爱。妖怪一介绍完就说，这屋子原本不留人，小林随时可走，但走后别把这的事说出去，不然倒霉。小林知道真相后，虽怕还是请他们帮要回钱。第二天，小林拿着飘书写的诉求书找阿健，他只要回那钱，别的不要，只想让阿健还清自己的86万日元。阿健不肯还钱，竟玩起了感情牌，他求原谅，想和好如初。这次彻底绝望的小林不再心软，他拿起高跟鞋狠狠敲了阿健一下，还装成被鬼上身吓唬阿健，要么还钱，要么命归天。吓得阿健连连磕头，赶紧答应还钱。小林出了这口气，离开阿健家时，偶然被一张招聘广告吸引，他跟着广告上的地址去了。小林到了一家研究妖怪的杂志社，为了快点找到工作赚钱，写作不行的他不得不撒谎说自己很懂妖怪，希望能得到这份工作。面试后，他去了妖怪的合租房，还希望在找到房子前能蹭住。可惜，虽然他做好了心理准备，看到妖怪们的真面目，还是吓晕了。小林看到他们的本体，还是会吓一跳。这一天，他收到了之前面试的杂志社的试用通知，决定换个全新的样子去迎接新的工作。小林刚走进杂志社，后脚刚落地工作，就忙得我连饭都顾不上吃。这时，杂志社的帅气明星编辑小宗来讨论工作。听说我忙到没时间吃饭，小宗分给我他带的糕点。得到这样的照顾，我感到暖洋洋的。晚上我惊讶发现合租房闯进了个不认识的男的。在妖怪们解释后，我知道这男的是房东小让。他不只是房东，还有很多厉害的身份，是神社第9代传人，兼职驱魔人，还有合租屋按摩师。看来现在的驱魔人不仅得斗妖按摩技术，也得行。吃晚饭时，小林开心地聊着与小宗的邂逅，所有妖怪都兴奋坏了，因为小林可能要谈恋爱了。因为妖怪活了好几百年，对人性特别了解，他们告诉小林别让男人占便宜。觉得自己太普通的小林认为小宗不会看上自己，叫大家别担心。原本开心的阿言突然脸色变了，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第二天下班后，小宗邀小林喝酒放松。看小林很紧张，小宗特地拿出贵的古董餐盘说，如果感觉在工作中被骚扰，就拿出这个餐盘当做警告。这时的小宗完全没想到这话将来会给他带来麻烦。然后小宗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先下药迷晕了小林，然后对昏迷的小林下手。幸好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出现，将小从色狼手中救出。原来这人是小林所在杂志社的社长袁导。阿言在合租房里感觉小林有危机，正忙着用法术定位小林，突然房间的妖风乱起，所有妖怪都露出恐惧的脸。这时阿言感到小林已经安全，快回家了，连忙出门把摇摇欲坠的小林带回家细心照顾。朴叔知道后就点出，小宗搞职场骚扰，希望以后注意点。迷迷糊糊的小林还以为自己一无是处，只是喝多了才会晕过去。妖怪们打算趁小林睡着深挖小宗底细。第二天因为昨晚不慎睡着，小林没按时做完小宗的活，结果被小宗和公司的人孤立，想要稳过试用期。小璇恳求小宗再给一次机会，看到主动讨好的小白兔，小宗打起了新主意。晚上妖怪们把调查的东西全拿给小林看，原来小宗就是个彻底的渣男。他虽然有老婆孩子，但总用威胁、诱惑、灌酒或下药等下三滥的手段对女员工动手。小宗有背景有势力，被他欺负过的女员工都只能忍气吞声。阿言一提这事儿，就想到了遭遇类似的妖怪闺蜜，希望他亲口劝劝小林躲避那职场的烦人事。话音刚落，枯井里就蹦出了一个萌妹子小菊，相传颜值高的侍女小菊，因拒绝家丁调戏被冤枉之后，不幸死在枯井里。小菊说出了爆炸性猛料，她的故事和传言大相径庭。她当年之所以死在枯井里，是被主人和仆人在工作中骚扰所迫，她羞于见未婚夫，才选择了那条路。旁边的朴叔不禁叹道，看来时代变了，女性的职场境遇还是老样子。这时小菊接到小宗邀她明晚酒吧见面，知道小宗是为了那工作才决定去的。作为历经沧桑的小菊，希望小林别因为工作丢了身体。小林不爽，天天跟妖怪们同住的提心吊胆，所以
吉卓想要这工作就说了：“我是真人啊，真的不想跟妖怪合租。”这话触动了妖怪们，让他们开始思考。第二天晚上，借工作之名的小宗想要强迫小林现身，小林不从，小宗就想硬来。这时，酒吧突然出现了一口旱井，把渣男小宗和吓坏的小林一起抓回妖怪合租屋。妖怪们及其后用盘子当飞镖，把渣男狂轰滥炸。想为自己开脱的小宗滔滔不绝说：“很多女性都因我拿到了好工作呢，我只是用我的职权帮忙女性找工作的一个捷径而已。”气愤的小林听不下去，用小宗踢的反直骚的古董盘子给了他致命一击。第二天，小宗因直骚被捕的消息在编辑部引发轰动，女同事们气得不行，纷纷吐槽自己居然和这人渣共事过。这时，社长袁导告诉小林他被正式录用了。小林内心超高兴，但还是压抑着感谢了袁导。想到辛苦的小林，袁导又回忆起之前的感谢电话。原来小林在做调查时，不仅耐心听客户的故事，还会适时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敞开心扉。晚上，小林因说了些难听的话向妖怪道歉，同时坦白自己得等发工资才能补交伙食和房租。飘叔代表妖怪们说，希望小林不纠结之前将人妖分开的话，因为怕妖怪是很正常的。感谢小菊严惩渣男，帮了大忙。小菊也感谢了小林，若无小林，他帮助难以忘记过去伤。小菊刚走，房东小让忽然现身，叫小林快搬家。他劝无效，给小林带护身符施法，法力弱小，让得靠近小林胸前的符咒。小林因此而感到紧张。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平时忙联系少，只需一通电话，一见面便能回到当初那般亲密。小林的前男友把他的钱全骗走了，并且他还在编辑部遭到了一个男客户的性骚扰，幸好遇见了几个义气妖怪，不仅助他惩处了那些渣男，还无处不在地照料着他的日子。这一天，小林在上班时接到了闺蜜小兰的信息，邀请她晚上一起吃晚饭。好久不见的俩人一见面，小兰立马把她男朋友齐藤介绍给小林，要他帮忙审一审。经过小兰一阵介绍，小林了解到齐藤是个有名的拉面店老板，现在正在找人投资我的品牌。听说聪明可靠的小兰打算投资她男友的项目，我不禁也想参与进这波投资。这时突然看到合租的妖怪阿九，在那家店不止参加聚会，还挺受欢迎的。我们四目相接，气氛立刻尴尬。我回到合租屋，说起想投资拉面店的计划。阿九一进门就说齐藤这人有问题。听他这么一说，警惕的飘叔立马上网查齐藤的资料，结果这人网上连张照片都没公开，其他信息都跟小说的一样，大家都以为阿九醉了。第二天，小兰高兴地带着50份拉面去杂志社庆祝，因为她之前投的10万日元不久就翻了3倍。尝到甜头的小兰决定再借钱加大投资。大家一边吃拉面一边听着好消息，杂志社的其他人也被吸引了。梅雪马上问小兰关于男友和投资的事，知道小兰是在免费交友软件上遇到男友的，还打算结婚买房的消息，没钱又单身的梅雪更急了。她赶紧下载了交友软件，然后拿出钱来，希望小兰能在投资上给她点指导。杂志的头儿袁导好像察觉到了啥，悄声提醒投资是嫌钱多的人干的。晚上用剩下的拉面请其他妖怪兴奋讨论投资。活了好几百年的妖怪虽然觉得哪里不对，但看小兰这么上心，都不忍心打击她。小兰去洗澡时，妖怪们议论纷纷，为啥久别重逢的好友一见面就劝小兰投资？这时阿九突然记起齐藤真的是个牛郎，他常拿不同女人给的贵重东西开心。在拍卖所工作的阿九遇上变卖事件，齐藤擅长用社交媒体详细了解目标的爱好，听闻此事，飘哥心生一计。齐藤仿佛是故意扮作从不上社交媒体的高手，目的是以投资的名义骗钱。小林恰好在准备洗澡时听到了这一切，想起吃饭时看到齐藤搜过小兰社交账号，随后送给小兰喜欢的布丁，这让小林心慌。他急忙回到大厅，请求妖怪们帮忙解救闺蜜的危机。妖怪们觉得他们不是救世主，不必帮不相识的人，旁边怪物漠不关心。小林下决心独自救好友小兰。画面切换，小林露出残酷真相给小兰，齐藤就是个骗子。小兰迷恋思考不清，坚信小林对齐藤有成见，导致污蔑。俩人争吵，
小兰生气离开。晚上，小林粗心回到合租屋，找厨具当武器，想毒面齐藤算账。小林刚全副武装，一出门就回了合租房。他发觉齐藤名片连个地址都没有，律师飘书碰过不少经济欺诈案。他警告说小林骗子很狡猾，不会留下线索，叫他别白忙活了。小林觉得自己不是在胡闹，自言自语地说，无论抄作业还是到东京奋斗，一旦求助，小兰虽嘴硬说真没招儿，肯定会帮忙的。小兰有难了，我要是帮不上，还算什么好闺蜜呢？小林慷慨的演说，让所有妖怪思考去了。小林知道小兰这周要和男友看房，就决定去房产公司救小兰。脑子一热的小林跟着小兰到了房产公司，想自己劝小兰别签合约，结果被房产的人锁进杂物间。幸好阿九猜小林会有麻烦，急忙去杂物间救出了捆绑的小林。然后阿九带着武装的小林又去了房产公司。阿九一进门，立刻把搜集的证据展示给小兰，里面有齐藤和扮作房产公司女职员的亲密照。女职员想带着小兰的钱溜了，却被阿九用魔法定在原地。可惜小兰对齐藤还存有一线希望，她拿着戒指追问齐藤曾否真心相爱。齐藤还没答阿九，就让小兰清醒了。原来齐藤不仅诈骗，还卖假钻戒，他给每个受害人都送钻戒。骗局露馅后，无耻的齐藤冷静回应，想起诉就来吧，诈骗结婚证据难找扯皮。最后大家都知道，还觉得受害者太蠢。小兰一听气得晕过去，突然一股怪异的气氛弥漫。悲怒之下，小林突然长出脚，难道他也要变妖？齐藤他们吓得落荒而逃。阿九干脆把他们绑回租屋，开始审判。审判还没开呢，齐藤他们已经被妖怪吓得尖叫。小林不准备轻易放过他们，他变成妖怪后就朝齐藤猛咬。齐藤惨叫声在合租屋里回荡。看这架势，小林是不是那个角落的恐怖妖怪？试了拖回钱后，小林把钱还给小兰。那一刻，小兰拿着钱哭了，小林也忍不住跟着红了眼。第二天，小兰又找到小林，因为齐藤的事之前闹别扭，这次特意来道歉和还美雪的钱。走前，小兰说要永远做好朋友。小林抓着小兰的手，就像小时候一样，证实了承诺。然后小林真心的帮闺蜜向美雪道歉。美雪不仅没生气，还请小林晚上吃饭，还说要把喜欢的人介绍给她。谁知道不去还好，一去才发现美雪说的心上人居然是阿九。晚上小林跟别的妖怪谈起这事，这才知道大受女生欢迎的阿九其实背后有段不幸的故事。好久以前，因为长得帅，阿九总收到许多情书，但他一个都不搭理。一个女孩因为等不到回信心碎死了，阿九很自责，打开她的情书时，情书自焚了，因为充满怨气，阿九变成了丑怪。从此阿九就成了被诅咒的背叛者。听这故事，小林都迷糊了，是怪物恐怖还是造谣的人更吓人？这时消失许久的房东兼业余除魔者小让突然回来问小林为啥没带护身符。见小林结巴，他又开始施法了。小让好像发现小林开始变得有点不对劲，先念了一长串除妖咒，然后在神社空地上摆弄法器，拿起除妖镜又做了一堆看不懂的操作。接下来小让因为神社生意难做，计划把合租房改停车场赚生活费。妖怪们一头雾水，说有敷童子的地方不会摆，为啥神社还亏啊？面对妖怪直戳心窍的问询，小让吐露了真相。原来小林破了不准留人的规矩，导致传家的除妖镜裂了，这是不吉利的预兆。妖们对此半信半疑，小汉却深感导致大家无家可归的愧疚。小让看似有计划的样子，提醒小林到快搬出合租屋的时候了。小林决定为了妖鬼们的家快点搬出去。这决定让视小林为家人的妖怪有点难过。小林夜里正忙着找快速赚钱的办法，帮着赚搬家费。这时他想起社长袁导的话，文章热搜就能出书赢奖金，于是他想试试看，把和妖怪同住的事写成文章发到网上。第二天，小林突然听见同事讨论他的文章，这才发现文章火了。好奇的同事从配图的护身符猜出文章是小林写的。这时候袁导忽然来了一句，他说小林这次上热搜就是撞了大运。
如果想要继续上热搜出书，就要利用好妖怪室友这个点，探讨当下热门的社会问题。经常糊涂的小林听了半懂不懂的英式。晚上妖怪们知道小林文章爆了，半开玩笑似的责怪小林曝光了他们的秘密。小林误会，大家生气，急忙解释没有想添麻烦，其实就是想赶紧赚钱搬家。看着小林委屈的样子，知道过了头的妖怪们赶紧改口，开始跟小林分析文章火的原因。小林虽然不太懂为啥自己火了，但从转发来看，是个叫导员的网红转发让文章火起来的。这位网红不仅让小林上了热搜，还说会一直支持小林。这时房间的灯光突然变暗，院子的旱井里又传来喊声，只看到一个长得像河童的妖怪从井里爬出来。妖怪们介绍说，这位妖怪叫阿玛，元素有个预知未来的人鱼占卜师，挺火的，准确率很高，大家都很满意。之所以阿玛会来，是因为预见小林不久的将来会顺利，但好运背后伴随着大麻烦，解决方法就是让阿玛的画像公之于众。小林问起具体问题时，阿玛只说了预言，不知道其他细节。然后事情真的像阿玛预言的那样，一件接一件好事发生。先是文章频频上热搜，紧接着又将出书，房子租迁的顺利。知道小林要搬合租里的妖怪们都难过了，为了不让告别太伤感，妖怪们特地举办了欢送会，歌舞升平。没人知道这欢送会后，小林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大伙儿正乐呵呵的时候，阿玛不小心把小林和阿九的照片传网上了。这照片引来网友骂声一片，还让喜欢阿九的同事美雪错以为小林是个挖墙脚的心机妹。出版社觉得小林故意炒作，提出解约。紧跟着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小林下班回家时被狂热黑粉跟踪，黑粉逼小林录视频承认编造室友故事来吸引关注，还大叫着要清理社会上的骗子，像小林这样的。幸亏及时出来帮忙的小让阻止了黑粉。回家后，妖怪室友们知道了小林的遭遇，他们都说这样的人类比妖怪还要可怕。这时候阿玛又出现了，大家立刻怀疑阿玛想破坏一切。大家都在问阿玛是不是担心预言落空，所以故意使坏。这时候小林忽然打断了大伙为这事儿吵个不停，气声带着哽咽，他说即便没有阿玛合照这回事，像我这废柴被莫名其妙捧到天上，迟早也得被人踢进地狱。那些黑粉借着刚刚破小林录的视频，让小林成了众矢之的。看着小林泪眼婆娑，阿玛提醒说，你忘了预言剩下的那半句了吧，快点给我画像破解麻烦吧。小林那拙笨的画技让阿玛成了怪物，然而阿玛还是想试试，就把那肖像传到了网上，居然真出奇迹了。大伙儿都夸起了小林的画，那些刚跟踪的黑粉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这一刻大家乐得跳了起来。阿玛走前耐心跟小林说，人啊古今如一，总没啥变化，他们老跟风不自己思考，所以别让别人说啥就影响你心情，毕竟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这番话像开窍了似的，让小林意识到认可自己有多重要。小林开始在网上发自己画妖怪的图，可没再得到过赞，反倒是喷他画的烂的人越来越多。袁导担心小林受打击，去安慰他，没想到小林自信满满的说，我才不在乎他人怎么看，对我来说开心自在最重要。这时袁导对这股自信的小林非常着迷，不由自主地跟小林说，我会一直默默支持你。小林这才想起网红导员也说过类似的话，但转念一想，袁导工作时可老对他叫来喝去的，他立马不再将两人扯上关系。晚上租屋又响起一阵喊声，这次不是怪兽上台，而是小让倒霉。因飘舒斯看了神社账本，知道神社根本没打算拆他们住的地，被妖怪逼问下，小让爆料撒谎是为了让小林走。妖怪们已不信他，觉得他想赶走所有怪物。一顿暴打后，孤单的小让离开租屋，撞见小林。小林主动说不急着搬走，小让不多说，直接用驱魔镜显小林原形，一个长角的怪物藏在了他的头上，貌似小个子里藏着不人知的秘密呢。可能是跟妖怪混太久了，对这些的小林已经见怪不怪，毫不在意。今儿杂志社来了位大佬九尾，他是总部最年轻的经营头头，她老公更是总部的大社长。他想让咱杂志社1个月内
弄出个庆祝总部成立100年的纪念册。丈夫77大寿那天派对上给宾客们送。袁导知道这工序繁复，时间紧巴巴的聚了九尾。小林糊涂兜里翻说的，突然蹦出个点子，说不如把纸质的纪念册做成电子版分发。九尾一看有人敢接这难缠的项目，马上让小林来带头。第二天一大早，小林超兴奋地跟妖怪们炫耀这事，还拿出九尾给的牌子、钱包显摆。妖怪们见小林这么有斗志，都替他开心。准备拼一把的小林，即使是整理那些满是灰尘的旧资料，也精神百倍。就算知道总部把原来的帮手撤了，小林也丝毫不怯场。老员工梅雪既是公司八卦的心腹，对此他并不看好。他觉得肯定有猫腻，因为袁导是老板和钱太太的儿子，而九尾波对袁导的针对已经不是1天2天了，所以这份好差事肯定轮不到他们。小何和同事们正加班赶编年史，谁知九尾又来，直接把其他人调走了。结果只剩下小何和袁导负责这编年史。袁导气炸了，强调了单靠俩人是搞不定这项目的。小林不想轻易失去这难得的机会，他对九尾承诺，就算剩他俩，他也想尽力去试。镜头切换，打算熬夜的小林不小心跌入了袁导怀里。为了消除尴尬，小林和袁导聊起了公司出的关于妖怪的杂志，以及他们小时候看的妖怪动画。袁导才意识到，不知不觉中自己被小林的乐观性格吸引了。第二天早上，妖怪们看着小林，他连吃饭的力气都没了，越来越担心他的健康。朴叔不明白，一份工作有啥好拼的？小林说他长这么大，从没人这么信任过他，给他重任，所以这次无论如何都得不让人家失望。朴叔听完脸色一变，好像意识到了啥问题。因为不想让人失望，小林拼命跟时间赛。可惜的是，其他部门接连出错。小林将进度报告给了催稿的九尾，意外的是九尾不肯帮忙，还威胁说如果明天不能准时交稿，他和袁导就得打包回家。小林决定孤注一掷，向九尾保证明天前一定提交完。看到这股决心的小林，袁导也决定加入这场战役。经历了一整夜的奋斗，小林和袁导最后终于在清晨完成了所有工作。没想到小林染得了怪病，见过大世面的飘叔从小身上的红疹猜测，这是会致命的邪灵疾病，只有去过古老仓库或碰过那些东西的人才会得。飘叔话还没说完，小林就因为高烧不退晕过去了，这让妖怪们都急坏了。为了快点治好小林，妖怪们不得不拼命一搏，找来了驱魔不怎么行的小让，希望他能帮忙赶走厉鬼。做完法事，小林奇迹似的醒了过来，大家都松了口气。看见刚醒的小林，火急的赶去报社。飘叔把这几天偷偷查的东西拿给小林看，原来九尾纯粹是个狐狸精，他最拿手的就是联手黑心律师，骗走老富翁的遗产。在整个骗局里，不知不觉小林成了九尾为了除掉碍眼继承人袁导的棋子。然后飘叔锐利地指出，如果小林一开头就抵制住名牌钱包的引诱，就不会落得现在这步田地，连累大家一起担心这么久。小林为自己引起的麻烦向大家道歉。朴叔趁机教了自己的职场生存之道，做事做人需要会变通。而袁导知道小林因熬夜加班生病后，决心在他爸面前揭露九尾排挤自己的计谋。没想到爸爸知道后，反而怪袁导不会硬碰硬，还警告说不爽可以走人。这事儿刚好被躲门后的小何朴叔听去，他们打算揭露九尾的真面目。妖怪们密谋后，九尾匆忙赶到合租屋，以为社长快挂了，想着赶紧找医院，躲角落给律师情人透风声。九尾还蒙在鼓里呢，他的对话已经被偷偷录下。戏码开始了，小林在社长和九尾面前放了刚录的整个报喜过程。不止这些，朴叔还把事先拍到九尾偷情律师的照片给了社长。这时候无法辩解的九尾终于露出真面目，毫不掩饰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大言不惭地反驳：别搞这套怪异气氛，老娘一点都不怕，你们尽管等法律信函吧。小不点一怒之下又冲到椅子边，跟朴叔联手施魔法，想让九尾恢复原形。谁知魔法对九尾没用，转眼九尾
想在总部夺权时，那迟钝的魔法才起作用，他慢慢变回了狐狸样。在妖精们帮助下，社长重新站起来，回到了总部，取消了他之前的所有决定，调回的同事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小林把这事儿发到了网上，这时小林收到了网红导员的点赞，他试着比较导员和原导，想起和原导甜蜜的互动，脸不由得红了。晚上小林特意去核实导员是不是原导，认真看导员的历史动态，越看越觉得导员就是原导，毕竟之前谈恋爱总吃亏，不太相信自己判断的小林将这事儿让妖怪帮忙出主意，让他们给点策略。小林在阿言帮助下给导员发了信息，靠着回复里的默默支持你这句，小林确认了导员的真实身份。后来小林总是关注着导员，就连一起讨论杂志新企划都让他心跳加速，想要赢得工作狂导员的心。小林问妖怪能不能让他变成既聪明又漂亮的女生，所有妖精都束手无策。这会儿阿言忽然想起了那位在妖界享有美容顾问大咖名号的山老。山老一身辣妹打扮，行为夸张得很，一亮相就震惊全场。他用几乎等同于人工智能的扫描本领，转眼间就找出了最适合小林的衣服搭配。紧接着一场华丽逆转的时装秀拉开帷幕，上演了从乡村风到魅惑御姐风，一下把小林从没自信的女孩变身成了闪亮亮的精致少女。妖怪们都替她开心。装扮完后，山老满含深情提醒小林道：我只能帮你变外表，自信得你自己慢慢积累。听完山老的励志话，小林灵机一动，觉得山老挺配合杂志新企划，就特意邀请他做采访嘉宾。采访那天熬夜的山老不小心露出真实老态，吓得小林急忙打发走了一起采访的袁导。山老跟小林透露他察觉到袁导心里有事儿，希望小林能利用这个机会传递温暖，打破和袁导的隔阂。为了表彰小林连夜赶出采访稿的努力，袁导主动约他周末共进晚餐。那刻小林想起山老的劝告，他勇敢向袁导开口，表示自己愿意倾听烦恼。没料到袁导却用一句别管我的事拒绝了小林，这话就像冷水般浇熄了小林所有热忱。小林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妖精们，大家都劝小林再努力一把，希望他周末聚餐时勇敢表白，赢得袁导的心。一转眼周末到了，正打算告白的小林发现袁导正为离婚烦恼，无奈抑制住对他的喜欢，劝袁导还是和妻子好好谈谈。伤心的小林回到租房忍不住哭了，这时小让听到了哭声过来安慰他，试图鼓励差点介入他人婚姻的小林。看小林还是没精打采，一直偷偷喜欢的小让突然莫名其妙地说，忘记旧爱最好的方法就是找新欢，想过看看身边其他的男生吗？迟钝的小林完全没明白小让的暗示，急忙解释自己只当飘叔和阿九是家人。这时候失望的小让默默地走了。妖怪们恰好回来，听说小七的暧昧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都来安慰他，告诉他尽力就行，有妖怪们的陪伴真暖心，再让小林感受到家的温暖。另一边常出远门的爸爸收到小林的信，得悉人类被妖化打破了2界的禁制。上回说到小林知道心仪的袁导在为离婚苦恼，就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情感，只当他是普通上司。这天下班，小林把自己整理的书稿梗概给了袁导，希望袁导给出专业建议。袁导被稿子里的笑话笑翻了，建议小林要多多创作，去参加儿童文学比赛。在袁导的支持下，小林开启了写儿童文学的路。第二天一大早，作夫童子小师去远处办事，把照顾大伙的任务交给了飘叔。这时阿九让大家这阵子要小心，听说作夫童子一不在家，坏事肯定会来。这句话让小林不由自主紧张起来。很快阿九说的事就成真了。小林晚上回家觉得有人跟着，吓得他急忙跑回合租房。小林本以为合租房能安全，没想到更诡异的事发生了。他先是不知怎地被推倒，然后房里的东西开始乱动。这时小林彻底慌了，尖叫着冲出房间。小林姐还没解释完，家具突然剧烈摇晃起来，灯突然就灭了。大家经过这突如其来的动荡，更信了那些传闻，
都在祈求小师快回来。这时，角落里的小让淡淡开口：“我刚瞧见个阴森女子在咱租屋闪过，看她那样儿，似乎是人变的生灵。”提到生灵，所有妖怪都惊了，因为人心里的恨意变成了生灵，他能自由离开身体，去报复讨厌的人，但找生灵麻烦的是他来去无踪，连妖怪和一流的驱魔师都束手无策。这时阿言突然有了个大胆想法，他觉得袁导离婚可能是因为小三，让袁导妻子怨恨化成生灵，但小林立刻否定了这想法，因为袁导说过他们离婚，妻子找到了个挺不错的新欢。阿言含沙射影地告诉小林别全信袁导一家之言，为防止小林继续被搅和，妖怪特请了阴间女。这位阴间女可了不得，她不单是婚恋专家，也是高手中的分手高手，只要她出手，什么感情问题都能搞定。第二天，阴间女帮忙拉线，让袁导夫妇坐下来好好谈了谈。通过他俩的对话，明显袁导对分手这是挺犹豫的，他察觉定都听媳妇的。媳妇虽说自己心里有别人了，可一听说小林就是袁导之前说过的有前途的新人，忍不住用了几句酸话，让小林好照顾袁导。晚上妖怪担心太太们的假话会添堵，让恶灵更狠，于是他们刚到家就和邻居小让一起去抓恶灵。但抓恶灵可没那么简单，因为生灵通常要在情绪高涨时才现身，所以他们得制造时机，在生灵攻击时用咒语定住他，并用网捕捉。一番审问后，大家都明白这生灵是岛上妻子的冤魂。这时黄泉丑女安抚他说：“我懂你，因为骄傲不受丈夫长期冷落，选择出轨求离，没想到对你冷淡的丈夫却对公司年轻女孩特别关照，这才激发了你的嫉妒。这不怪你，你只是被遗憾蒙蔽了双眼。”那凄凉的话像刀子一样刺心，让所有生灵都泪流满面。然后爱玩的妖怪们带着释怀的生灵尽情欢笑歌舞，小林和生灵在笑声中和好如初。第二天早上，云游四海的爸爸回到了合租房，这证实了小让之前的猜测，小林变成妖怪说明妖界和人界的边界已经受损，现在唯一防止小林继续变妖的办法，必须在1个月内嫁给个男人，而且大喜的日子还跟儿童文学比赛截止同一天。小林满脑子乱糟糟的去庙里抽签，正巧遇见小让。小让终于对小林表白了心里的爱意，希望小林考虑跟他结婚。这意外的情话和求婚让小林差点惊掉了下巴。到了傍晚，袁导向小林透露了自己其实就是导员，还邀请小林和他同居，1天内遇到2次求婚。小林突然慌了，把这事儿一说给妖怪们，他们乐坏了，都开始猜小林会选谁嫁。想不到这段八卦没漏字儿的传到小林耳朵里，妖怪们才意识到一直情绪化的小林头上长角了，这让大家对小林的状态更加担心，迫使小林赶紧在袁导和小让之间选一个。一边是工作上帮自己的人，有个人总是静静的在身边守护。现在小林面对这么多选项有点犯难了，看到小林这么难过，一群妖怪决定用自己的宝物跟天狗大王交换，弄来一张能体验平行世界的符纸，让小林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再做决定。体验开始，小林首选了嫁给小勇的命运。在这条路上，小林变成了神社的女主人，除了打扫神社的日子，还得学会驱魔，做个专业的牧师。后来小林表达想追梦当作家，小让是支持的，但希望小林表达先完成生儿育女的责任，之后再追求写作梦。就在小林表达犹豫时，他又回到了当初做决定的地方。这次小林表达坚决选了袁导。嫁给袁导后，小林表达的作品拿了儿童文学奖，并成功出书，改成了电影，到处是花和赞誉。但袁导觉得这还不够，他想让小林写出更符合大众口味的畅销作品。这压力让小林喘不上气，一下子就晕了。当小林完全醒来，他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实，得知这一切都是妖怪拿宝贝换的。小林既受感动，也感到愧疚，因为即便体验了2种人生，他还拿不定主意。这时袁导电话来了，问小林稿子写到哪了，这才想起完全忘了写书。小林直接开始写，妖怪们只能静静陪着小林，偶尔递给他好吃的小零吃。
写着写着，小林慢慢懂了，他心里大声说：“就算不能嫁人成妖又如何？想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就是理想中的人生。”门口的妖怪察觉到小林决心不嫁了，一直祝福小林幸福的阿言想阻止这恐怖的念头，却被朴叔拦下。朴叔觉得这是小林的人生，应该让他自己选择。完成书稿那天早晨，小林把想成妖的想法告诉了小让，对一直默默支持的小让表示感激。然后他找到了袁导，对袁导的支持表示感谢，但是拒绝了袁导提出的同住邀请。尽管这样，袁导还是希望小林可以考虑他的建议，优化书稿，尝试进入儿童文学领域。小林笑着婉拒了袁导的提议，高兴地说，比起为成功而写，他更愿意自由地写作。晚上，小林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所有妖怪，大家虽然震惊，但也不禁担心小林未来的生活。相较而言，小林显得更加镇静。他打算环游世界，收集信息，写一本关于获取超能力的书。尽管小林知道没人会出版这种书，但他还是想试一试，因为和妖怪的遭遇让他懂得，生活本就如此，未知而又令人期待。次日，小林就要开始新的旅行了。阿言跟小诗亲手做了顶帽子给小林一个，希望小林一个人出门在外，能够隐藏好自己的衣角。这会儿扮演父母角色的妖怪想起了以前一起的时光，依依不舍地流下了泪水。1年后，袁导拿到了小林季新出的《妖怪合租屋》小说，描写了穆黑林这个女孩在最困难时期遇见了一帮心地善良、不受束缚的妖怪伙伴，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件，她也在其中成长。全剧告一段落。留意这位头戴花帽的哥们儿，他正帮女孩看命运，动作就是捏捏鼻子、摸摸脸、检查牙齿，断定女孩命中注定桃花劫。为帮她摆脱糟糕桃花，他直接把女孩变妖怪了，避开相亲结婚的运气。之前，女主小玲因为爱情上当被坏男人骗光财产，变成了无家可归，后来被一帮好心的妖怪带回家。最开始，小玲知道他们是妖怪时挺害怕的，但慢慢的她发现这些妖怪既不恐怖又特别好心，每次她有危险都会伸出援手。和妖怪们相处久了，小林竟然长出了妖怪才有的角，对此他并不排斥。在跟妖怪们一起的日子里，他发现妖怪不见得比人类更恐怖，决定大胆地做个四处游荡的妖怪，把游历写成书。但他没想到离开妖怪后会丢失脚，更没想到失去脚的日子会这么难过。第一本书卖得很差，他只好回去打工赚钱。那天满脑子都是小林边饿着肚子边打零工，碰巧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妖怪们，但是饿得连眼皮都抬不起的小林没发现他们，就这样失去了相认的机会。晚上，妖怪们一起回忆起见到小林的情况，作夫童子小诗和女妖阿延平直觉得小林一定遇到了麻烦，才会一天到晚找各种工作，提出帮忙，没想到被酒吞童子和朴叔拒绝了。他们因小林忽视他们而心碎，觉得小林完全忘了他们，决定回到老规矩，不再管人类事务。另一方面，没家的小林觉得前途一片灰暗，一张招聘游泳教练的高薪广告给他带来希望。他游泳很厉害，这工作绝对适合。轻松通过面试，川边社长不光长得好看，身形棒，还非常贴心和体贴。发现小林的时候没吃饭，没地方住，就热心为他准备了饭菜，让他在事务所暂时住下。后来川边趁单独时向小林示爱了，小林面对直接的表白，好久没谈恋爱，不由得有点小激动，却没察觉这个突然好起来的男人没那么简单。直到小林偶然听见川边对别的女客也说情话，才知道自己被骗。发现川边总是用自己的魅力吸引女客，跟他们保持亲密关系。有的客人因为他花光了积蓄，结果家都散了。还有小林震惊地发现川边偶尔会偷客人的精魄，小林瞬间明白川边不是普通人，赶紧找机会跟对方说要辞职。遇到辞职的事，川边慢条斯理地用甜话想迷惑对方，虽然决心要走了，却不知怎地被川边迷人的话语搅乱了心思。
这时他看到玻璃反射的自己，脸上没了生气，意识到自己差点也丢了魂，不管不顾的只想逃出办公室。川边怎么也不想让这块肥肉溜走，紧追不放，不经意露出了本来面目。突然一束强光闪现，带走了小林。原来阿岩一直暗地关注小林的行踪，感应到小林遇险，马上告诉了其他妖怪。虽说酒吞童子决定不理小林了，但听闻他遇险，立刻赶来救了小林，大难不死。小林激动的和老友们重聚，喜到流泪，兴奋的跟多年不见的妖怪玩在一起。妖怪还是怪他们以前不理他们，但内心因为小林的开心而变得软了，觉得小林不是故意忽略他们的。聊完就是，小林讲了自己遇到的事。阿九听小说的那些诡异点和那副怪模样，判断那不是普通妖怪。大家都劝小林不要去河边，因为那里有不明妖怪，特别危险。小林没打算就此放弃，想把那些上当的客人救出来。阿岩和小诗担心小林冒险，决定查清楚河边的情况，然后帮他救人。第二天，经过精心策划，小林又回到了河边办公室，假装改变主意想回去工作。为弥补过错，带来了客人阿岩和小诗。一看到新面孔的川边，立刻忘了之前被给甩的郁闷，热络招呼漂亮的阿岩，想从他那儿骗取精魄。聪明的阿岩机智地从对方习惯中发现线索，回到合租屋，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搜集的证据。发现川边不只是用妖法诱人买游泳课，还有用劣质的东西冒充高档营养品，同时交往37位女性客户，表面真诚实则诈骗钱财和色相。除此之外，对川边的罪行也有迹可循，他的真实身份逐渐清晰。由于川边爱吃黄瓜，还常和水亲近，他们猜测川边可能是河童。为证实这点，阿岩以约会名义把川边请到家，借助河童爱吃生鱼的特点各种测试。川边终于露馅了，阿九一把接下了他。为掩盖河童顶的假毛，老虎屁股摸不得，秃头假发也不能动。川边气急败坏，露出真面目，跟阿九打起来。小诗看情形，要求上场，念出制服河童的咒。一念咒，川边就吐出好多塑料货，变回了普通河童模样，变得打不了架了。他原本是河里的一个普通河童，但因为人类随意排污和扔垃圾，他在糟糕的环境下变异了，渐渐迷失了自己。他把自己变坏的责任都怪到人身上，激怒了很多妖怪。朴叔觉得事情要分清楚，人类让河边的河童变异确实不对，但川边骗顾客靠的是他的贪心。在别人的指点下，川边开始认识到自己做错了，决定按小林的主意办，给以前骗过的女性道歉，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很快，川边在众人的声讨下，被警察以诈骗的罪名抓了起来，他的骗人事务所也随之倒闭，事务所关了，小林也就失去了工作和住处。无家可归的小林焦虑地问妖怪们，能不能重新接纳他？妖怪们热情地欢迎了他，回到了这个温暖的妖怪合租房。小林决定把丢脚后的事写成第2本书，但他惊讶地发现键盘怎么敲都不动，手仿佛被诅咒似的僵住了。为了生活，小林到处打工。他在整容医院打扫时，被赤坂姐妹看中，觉得他很适合整形，就请他当医院的模特。看他犹豫，赤坂姐妹就用他们的整容观念去影响他，认为牙齿亮白是最顶尖的美。起初他对这种说法不买账，但姐妹俩说的头头是道，他渐渐被说服了。回家以后，小林满怀景地聊起赤坂姐妹的理念，还说自己被叫去做整容的模特。酒吞童子阿九看小林洗脑似的，挺担心，提醒他整形得三思，并且劝他别那么快答应。而女妖阿岩看法不同，他认为整形可以增强自信，何况小林还能因此拿到工作。一边的小林听他们说的点头如捣蒜，决定让赤坂姐妹帮忙做这活。第2天，小林在去整形医院路上碰上了老同事小梅，聊着聊着，知道他把过去不顺的事写成歌，一举成名，梦想成了歌手，正找下首歌的灵感。这时候小林忽然记起要和赤坂姐妹见面的时间快到了，
急忙和小梅道别。刚走几步，不是摔倒就是撞到灯笼。小梅觉得小林那倒霉的命真是写歌的好材料，立刻追上前去，好奇她的经历。小林一到医院，得知她想当模特的赤坂姐妹，激动地向她推荐了医院的新服务，给牙齿上色。小林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整形手术稍微迟疑了一下，旁边的赤坂姐妹看到这个情况，就用他们那引人入胜的话术不停地劝说小林，告诉她只要敢于改变，美丽就在不远处。这些乌龙的话激怒了一直跟着的小梅，她兴奋地跳出来求赤坂姐妹给她整形。原来小梅一直因为长得不够好看而苦恼，即便成了红歌手，颜值低还是被吐槽。她急需彻底转变一番，摆脱目前的困境。旁边的小林对小梅的遭遇深表同情。原先出版社的那些作家才华一般，但凭借美貌得到追捧，反观她却始终默默无闻。一想到这，刚犹豫的小林立马同意了染牙手术，这正合赤坂姐妹心意。他们二话不说带她上了手术台。手术后，赤坂姐妹立刻把小林的照片传到网上，网友很快就超喜欢，这让小林更确信自己决定没错。一到家就激动地给伙伴们秀新造型。妖怪虽然看他彩色的牙齿一头雾水，但也不忍心伤害小林，只好假装被惊艳，夸他牙齿好看。变美的同时，小林也没忘记小梅，抽空约小梅出来关心她手术怎样。结果惊喜地发现，整形后小梅变得超级美，而且自从整容后，小梅粉丝一大堆，甚至交了个高质量男友。听完这些，小林心里立刻满是幻想，觉得自己也该彻底变革，可能会站在人生巅峰。这会儿，赤坂姐妹因为做牙受欢迎，趁机推出新整形服务，又请小林当模特。急着想美的小林根本没想这整形是不适合自己，直接就答应了。赤坂姐妹一番操作后，新项目在我脸上大放异彩。整容出院后，惊讶我变美了，回头率100%，内心暗喜逆袭成功。回到租屋，本想大家会惊艳我的变化，却只听到尖叫。原来手术把我的眼鼻都弄没了，连牙齿都染成了闪亮色。原来赤坂姐妹的新服务是把脸上细节全抹掉，他们认为牙齿亮白才是最美的。妖怪发现小林对自己的变化浑然不觉，确认这不仅仅是整容，而是妖术，立即用法术让小林恢复原样。小林这才恢复了清醒，看到阿九拍的他没脸的照片，吓得又晕了。阿言看小林的反应，确定他之前迷恋染牙是妖术所致，又心疼又生气，决定跟小伙伴一块给小林出口气。几天下来探查，发现赤坂姐妹不只是骗人做牙齿矫正，还卖很多伤身的美容品。就为了挣钱，大家数落赤坂姐妹的恶行时，小林突然得知小梅打算是新整形，赶紧约小梅出来，劝她别被骗。这时小梅已经被赤坂姐妹迷住了，根本听不进劝，急着去整形手术。赤坂姐妹乐开了花，觉得抓到了大肥羊小梅，觉得用小梅的名气能让他们的审美更火，正得意洋洋想露真面目。给小梅下手时，飘叔赶到了，把赤坂姐妹带回了妖怪合租房。谁料他们妖力厉害得很，轻松摆脱了绳索。作夫童子小师急忙出手，施了个咒把两人困住。阿言一眼看出赤坂姐妹是自己朋友黑齿女，兴奋地跑上去认了亲。听见熟悉的声音，赤坂姐妹身上那怪异的黑雾慢慢消失了，露出了本来面目。为了不吓到小朋友，姐妹俩急忙变回人形，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古代女性爱把牙染黑，那会儿喜欢黑牙的女神特受崇拜。时光流转，大家都觉得白牙更好看了，不拜黑牙女神了。他们想改变白牙美的观念。飘叔觉得审美这事儿挺主观，不能随便定论。他这么一说，其他妖怪都点头同意了，批评了赤坂姐妹的行为。看着气氛有点乱，小林赶紧出面缓和，觉得他们帮小梅变自信不全是坏事，希望他们别再用魔法迷惑别人，强人接受他们的审美观。赤坂姐妹意识到了过错，羞愧地说被黑雾围绕时，感觉自己行为不对，
不知不觉做了些傻事。妖怪想起河童之前也这么说，推测这事儿不简单。事情完美解决后，被麻药弄昏的小梅醒来，发现自己没啥变化，脸上全是失望。旁边已经明白过来的赤坂姐妹深情对小梅说：“你现在就很美，别让别人的审美左右，真正的美来自自己的生活方式。”小梅仔细照镜子，发现自己整容只不过是追风潮，这次她选择听从自己的心。出了医院后，小梅用这次经历激发出了新的热门歌曲。小忍看她变化了，忍不住为她开心。兴奋之余，小林意识到对方实现了音乐梦，而自己的第2本书还没动静，突然就心情沉了。他想回房间写点什么，但那种说不上来的反对力量还在。这一幕刚好被一直操心小林的阿言看见了，吓得眼睛瞪圆了。一位一直很穷的小林意外找到了成为整形模特的机会，遇上了会施法的怪医生，被改造得认不出来。幸亏合租的朋友及时发现了不对劲，揭露了怪医生的真面目，帮小林恢复了本来面貌。离开医院后，小林在出版社找到了实习编辑的工作。怪物们听说后都感慨，小林的运气终于来了。结果小林第1天去工作，兴致勃勃地出门，回家时满脸失落。妖怪伙伴看到了，都来问小林怎么了。这才知道小林的直属老板竟是他出书那会儿的主管阿尚。阿尚以前对小林的书处处吹毛求疵，让他对写作丧失了信心，续集也写不出了，甚至连标志性的妖怪角也慢慢消失了。妖怪们对他的遭遇既同情又生气，告诉他别在那人那吃这种亏。小林不愿轻易放弃这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硬着头皮留在出版社，在不喜欢他的阿尚手下。小林难得好结果，刚来就被阿尚难住，和能力一般的同事豆豆报道知名作家和田。因为和田最近迷上人工智能，阿尚的题目是人工智能的上限。小林很想把第1个任务做好，一直被阿尚看低的豆豆整天没精神，还没开始就没动力了。小林心急，想自己动手，手好像被诅咒了似的，一个字都打不出来。妖怪们一看，赶紧找见多识广的房东老满，帮小林破解诅咒之谜。老满告诉大家，老板的刻薄话或许给小林带来了不幸，他也搞不清怎么破解，诅咒短期内似乎解不了。阿言自告奋勇变身成打字机，帮小林缓解打字难题。2人齐心协力，终于把稿子搞定。没想到一发表，和田立刻和出版社断了合作。一打听才知道，和田觉得 AI 无敌，而阿尚的选题正好相反，惹恼了他。始作俑者阿尚不认错，反而把责任甩给小林和豆豆，想把他俩给炒了。豆豆因为不敢对付阿尚，所以对小林发火，一时情绪失控，竟露出妖怪本体，把小林吓得脸都白了。幸亏飘叔心灵感应知道他遇险了，赶紧用魔法把2人带回了租来的屋子里。听着作夫童子小诗那清澈的歌声，豆豆终于冷静下来，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原来豆豆其实是那个传说里头的喜豆妖，数特别准的那种。自从有了计算机，他就变得多余了，逐渐变坏。豆豆的故事让合租的妖怪们唏嘘不已。随着时间改变，他们目睹了很多妖怪沉沦，还有很多妖怪因为没地方去，默默地消失了。豆豆叹息，觉得自己也难逃这命运，很快就会不见了。听到这个，小林怀疑别人的消极可能也被阿尚诅咒了。一说出来，寺庙里的天神道真就出现了。他擅长处理诅咒，对这话题特感兴趣。他说恶言会造成诅咒，但长期自我消极思考才让诅咒难解。要打破心里的阴影，加上他人的衷心祝福，诅咒才会解开。道真的话立刻让小林和豆豆豁然开朗，意识到被阿尚刻薄的话困扰，给自己贴上失败标签，不如直面问题，解决它。于是他们想要赢回作家和田的心，保住饭碗。为了帮助他们，飘叔帮了个忙，把和田带到合租房，大家一起软磨硬泡。和田松口提出个招，叫小林他们跟他的机器宠物较量，如果小林他们能赢，他就继续跟出版社合作。看到了机会，
大家都兴奋地准备好好干一场。他们以为打败一个小机器宠物轻而易举，结果那机器宠物不仅知识渊博，下棋唱歌样样在行，大家都输得很惨。接着豆豆跟机器人展开比拼，和田问了他作品中鳗鱼饭出现多少次，机器人就搜鳗鱼饭3字统计，却漏掉了一次提到的豆腐素鳗鱼饭。这个问题被擅长算术的豆豆发现，及时指出错误，成功扳回一局。随后和田提了最后一个挑战，要小林和机器人通过写作决出胜负，这让大家为不会打字的小林紧张不已，心里默默给他祝福。小林不想让大家失望，全力以赴，坚信自己能解开诅咒。正像道真说的，努力克服内心恶魔，得到祝福的小林终于解脱了，抒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最终小林的作品感动了和田，恢复了和出版社的关系，保住了他们俩的饭碗。诅咒解除后，他斗志满满，为了正式员工的位子，总是在公司通宵加班，常常不回家。他这样做正好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他租屋的房东老满有个当警察的儿子叫小满，一直默默喜欢他。近来对爱情一窍不通的他突然改变态度，开始主动靠近小满，小满也完全沉醉在他的柔情中。小林被人牵着鼻子走，其实面前这个小林是假的。这时候真小林还在公司通宵达旦的加班，根本不知道有人冒充他。假的小林为了自己的计划，给真小林的外卖下了手，让小林的身体慢慢消失，吓得他赶紧回家找妖怪帮忙。紧接着发生的事，他简直要惊呆了。周围人都当他透明，跟一个长得跟他一样的人聊得开心。那人不止说话温柔，也很大方，而且特别会说好话，对阿言的容貌夸个不停，让阿言乐开了花。看着最好的朋友们都没发现自己不见了，跟那假货那么亲近，小林彻底失望了，灰头土脸地离开合租房。这时假自己紧跟不放，又给了他致命一击，嘲笑他没自己受欢迎，理应被替换。说完得意地回家继续追小满，想到朋友和辛苦得来的工作将被夺走，心中满是不甘，但身体不见的他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以他的面貌诱惑小满。正当两人甜蜜亲密，小满忽然给嫁小林一脸辣酱，对方马上暴露狸猫怪本色。妖怪早就觉得冒牌货怪怪的，他们建议小满初吻前得试试辣酱。被戳穿的狸猫怪气急败坏，抓了小林真行当人质。小石赶忙唱起咒语般的歌，一会儿狸猫怪身上的阴霾消散，恶念全无。小林刚回来，没顾上跟狸猫怪理论，被那受欢迎的冒牌货气到了，心想自己就算夺回身体也比不了他。旁边的阿言温柔地说，再好的冒牌货也不是咱们的朋友，我们喜欢的是最真实的你。听了这话，其他妖怪也纷纷点头，大家的支持让小林的顾虑烟消云散，伴着一阵欢笑，结束了那出闹剧。接下来的时光，小林终于努力工作回正轨，搁置许久的小说也重启动了，看似一切都在慢慢好转。可谁知狸猫精的现身不过是序幕，更大阴谋的酝酿正悄无声息。小林和他的妖怪伙伴们挑战了一堆变坏的妖怪，大家一起努力，把那些坏妖怪都变回好的了。小林也破了他的写作魔咒，恢复写作后，在工作上也进步飞速，连一向找茬的上司阿尚都没辙了。除了阿尚，小林在出版社还有个上司叫阿朱，性格跟阿尚不一样，对小林特别好，还请他去参加出版社的学习活动，与各路新手共享心得。小林不愿放过这个进步的绝佳机会，马上答应了。小林如约准时参加了学习会，没过多久就被组织者叫去现场进行创作，选出来的作品会被改拍成电影。阿朱和阿尚为作者们准备了很多单间，让他们专心写作。小林一想到有那么多抢手，感到压力大了很多。幸好阿朱像亲姐姐一样亲自来鼓励他，还给了他一颗神秘药丸，提醒说灵感不足时可以吃药帮忙。阿朱的体贴让小林一下放松了很多，甚至对药丸的来源没怀疑过。几天后，小林注意到不少写手
都长了不寻常的黑眼圈，觉得这是大家拼命写作的后果，感到危机逼近，害怕掉队，急忙吞了阿朱给的药。结果正如阿朱所言，服药后，小林的灵感爆棚，但他脸上也出现了黑眼圈，眼神变得空洞。小林的新书顺利被挑中了，很快就能出版，还要拍成电影，但有个条件，得把作者名换成出版社社长黑原。他在公司的话就是圣旨，连平时傲娇的阿尚面对他也不敢吭声。此时吃了药的小林眼神发呆，思绪也迷糊起来，居然觉得这些事情都挺正常，眨眼间就讨论着把书改成电影了。黑原不顾小林意见，直接决定完全当自己是书的作者了。小林就这么无奈接受了，还得继续写下一本，这样下去他就成了出版社的写作机器。小林淡定地把这一切告诉妖怪们，大家都惊了，都觉得为他不值。他们怕小林还是老样子，在工作中容易被骗，更不放心他现在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小石觉得小林肯定着了魔，才会忽然迷失了自己，所以特地熬了特效解药让他喝下，帮他恢复清醒。清醒的小林发现自己被出版社利用，不但不能在自己的书上署名，连电影改编都没发言权，怒到极点。他摒弃了前几天的顺从态度，会议上对黑原痛斥一番，还说自己不再当隐形的代笔。这番举动让所有人都震惊了，没想到他这么有胆量，但得罪黑原是要付出代价的。刚发泄完，小林一回家就接到了阿朱的消息，让他自己辞职。小林还没想好怎么办，发现网上到处都是他的谣言，很多不知真相的网友开始攻击他。小林一看这情况就慌了，他知道这肯定是出版社干的，赶紧向各路妖怪求助。妖怪们一听小林的遭遇，怎能坐视不理，立刻让阿九和飘叔深入调查。他们听了小林的经历，发现阿朱在培训班里利用药物剥削新人，故意装作作家应聘接近他，同时调查身份可疑的阿尚。结果他们身上确实有妖怪的味道。阿九和朴叔用魔法让阿朱和阿尚露出妖怪形态，然后带回租房。小石看到他们俩也变坏了，立刻采取行动，消除了他们身上的黑雾，恢复了原貌。阿朱本是个蜘蛛妖，最初被黑原的天赋吸引，亲手帮他上位，但他越位越霸气，甚至让阿朱挤压年轻才俊。不敢反抗的阿朱慢慢沦为罪犯。阿尚是谷中的模仿怪，特爱学人说话，没啥自己的看法，在霸道的黑原旁习惯了言听计从，慢慢成了对方的跟班。通过他俩的叙述，大家明白了他们变坏的原因，怀疑黑原人正如名字，就是导致妖怪变坏的源头。见多识广的朴叔根据黑原霸道和爱控制的性格推测，对方可能是传说中造出富士山的堕落巨人，有着超级可怕的力量。这个推测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让阿朱和阿尚这俩想摆脱黑原控制的人感到害怕。为了查清黑原是谁，大家做了不少侦查，发现他超爱收集富士山的图片，还像堕落巨人似的狂爱柿子，这证实了他们之前的推测。听到这个，所有妖怪都失落的叹气，以为帮不了小林解决流言蜚语了。谁知道这段时间小林已成长，不仅恢复了创作力，还变得更自信了，能挡住别人的闲话。然后他对妖怪们说自己会坚持写作梦。说完，小林头上慢慢长出一根角。房东老满正好路过，看到了这个场景，说这角是全心追梦的标志，也是勇敢的象征。这让小满有点崩溃。虽然小满跟着父亲见过不少妖怪，发现喜欢的小林变成妖怪了，真的很受打击，不知道这段单恋怎么办。小林长回脚后满是信心地说要对抗黑原，其他妖怪也被鼓舞起来，都说要帮小林一把。经过一番密集讨论，大家开始准备对付黑原的方案，甚至找来了能一战的黄泉女。首先，他们以好酒好菜请罪为名，让阿朱和阿尚精心准备，把对方诱到合租房里，然后用黑原爱吃的柿子转移他注意力，迅速抓住他。最后所有妖怪齐齐现出原形，对黑原使出妖法，想让他现出本来面目。岂料黑原毫不动摇，
立刻使出怪力挣断绳子，直冲向心仪的柿子。结果黑猿忙活一场柿子还是没抢到手，就跟个孩子似的坐地上哭了。小林看到这幕，慢慢说出了他的推测。他从黑猿自传里查到，对方一直很穷，但黑猿妈妈还是会买柿子给他，柿子就成了他的心灵寄托。小林猜妖术对黑猿没用，可能是因为他只是厌倦贫穷，想方设法要发财的普通人罢了。当自己的真面目被小林点破后，平时装得很淡定的黑猿终于崩了，下得赶紧保证以后不会再欺负新人。妖怪们知道黑猿其实是个普通人，都松了口气，没对他下狠手。好心的黄泉女还过来，像哄小孩一样安慰哭成泪人的黑猿。故事结尾，看穿黑猿真性情的阿朱和阿尚打破了控制，小林也在种种磨练中再长出了新鲜的脚。虽然还摸不清楚哪个神秘人物让妖怪们变坏，但小林知道，只要脚还顶着，伙伴们还在，他就能勇敢面对所有难题。大结局，又跟着小玉的频道追完一部剧了。这一季的剧情里，小林因接连失败丧失了信心，也失去了标志性的妖怪脚，甚至写作能力也没了。在妖怪朋友的帮助下，他渐渐打破创作障碍，重拾了自信，最后获得了象征勇气的新脚。这一路上他不停磨练自我，把所有困难都变成成长的营养。正如那句人们经常说的话，难不倒的挑战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希望看视频的你们都能遇难成勇，像我一样。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你们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力量。